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文彬，欢迎来到福满生活。我特别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记忆拉回到2023年3月那个周末，就一晚上的功夫，硅谷银行说没就没了，紧跟着签字银行、第一共和银行也接连爆雷。那时候你手机里那个银行 APP 是不是被你点开了无数次？心里头是不是七上八下的，老担心里头那些数字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串看得见却取不出来的代码？如果你觉得那场风波已经过去了，雨过天晴了，那我可得给你提个醒了。今天咱们在福满生活要聊的这事儿，可能会彻底改变你的想法。最近这段时间，我翻了不少从华尔街内部流出来的分析报告，也仔细看了好几家国外正经大媒体的深度调查，好像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到了2026年，全球的银行业很可能要面对一场比2008年那次更隐蔽，但也可能更凶险的倒闭潮。而且这次，他们甚至已经悄悄划出了4类具有极高系统性风险的银行名单。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跟各位实实在在的讲清楚几个事，为什么偏偏是2026年，那4类被点了名的高危银行到底长啥样？最要紧的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要是存折里的钱超过了一个数，万一出了事，保险公司可能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这期内容直接关系到你口袋里的钱，关系到你一家人抗风险的能力。我真心希望你能耐心的看到最后。咱们首先得弄明白这个底层逻辑，为什么那些机构和媒体都把时间精准的卡在2026年呢？这可不是算命或者瞎猜，这是基于债务周期做出来的数学推演。你得知道，银行这门生意说穿了核心就是借短贷涨，他们把咱们这些储户的短期存款吸收进来，然后拿去放更长期限的贷款给企业，或者去买那些10年、20年的长期债券。可现在整个银行业头顶上明晃晃的悬着2把利剑，第一把剑叫商业地产。你现在看看那些大城市的写字楼，不管是在纽约、伦敦，还是咱们国内的1线城市，空置率是不是高得吓人？疫情改变了太多工作习惯，居家办公成了常态，很多公司自己也在裁员、收缩规模，哪还需要那么多办公场地？可问题是，这些写字楼背后的贷款，很多都是在2020年、2021年那种利率低的诱人的时候签下的，期限通常是5年。你掰着手指算算，2025年到2026年，正好就是这几万亿美元规模的商业地产贷款集中到期，需要重新谈利率的时候。你想想看，当年的房东可能用2%的利息借的钱，现在去续贷，利息一下子变成了6%、7%，可他楼里的租户却跑了一半。这租金收入根本覆盖不了月供，结果是什么？只能是违约，大规模的违约。而这些贷款大部分恰恰都记在那些区域性中小银行的账本上，这就好比银行借出去的钱，眼看着就要变成一笔笔烂账，收回来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这第2把剑呢，叫做债券浮亏。这几年美联储为了压通胀，加息加得多猛啊，这一下子就把以前那些低利率时期发行的老债券的价格给打下来了。银行手里持有着大量这类债券，虽然他们可以用持有至到期的会计手法，告诉自己我不卖就不算真亏，但这说到底只是一种账面上的游戏。一旦因为某种恐慌，储户们开始排队去提款，银行为了凑现金，就被迫的卖掉这些债券，那么账面上这些浮亏瞬间就会变成扎扎实实的实亏，直接就能把银行的那点老本给击穿。之前硅谷银行其实就是这么倒下的。而到了2026年，很多银行现在依赖的某些紧急借款工具可能已经到期了，或者就算还能用，也填不上那么大的窟窿了。那么在这种山雨欲来的背景下，外媒点名的这4类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银行，或者说4类高危银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了避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我肯定不会直接说出某某银行的名字，说它明天就要倒闭，但是我可以给你画出他们的素描像，你拿着这几张画像去对照一下你自己存钱的那家银行，如果感觉越看越像，那我真的劝你得好好考虑一下搬家的事了。这第1类被点名的是商业地产重仓户，这类银行通常不是什么全球皆知、大到不能倒的巨无霸，反而常常是那些深耕某个区域的中心银行。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资产负债表里商业地产贷款的占比高得吓人，有些甚至超过了总资产的30%乃至40%。外媒的分析指出，在欧美就存在一批这样的银行，他们不仅给写字楼放贷，还给很多购物中心、大型公寓项目提供贷款。现在这些资产的价格都在阴跌，抵押物的价值已经撑不住贷款金额了。如果你发现你存钱的那家银行平时主要业务就是给本地的开发商，
那些包租公、包租婆们放款，规模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正好处在监管视线容易模糊的区域，那你可真得打起12分精神了。因为一旦地产商资金链断裂开始断供，这类银行就是最先倒下的那一批。2026年对他们来说就是生死审判日。第二类是激进的衍生品玩家，这类银行往往名气很响，甚至可能是全球知名的投行型银行，外表看着光鲜亮丽，国际范额十足，但内部的风险管控可能已经是一团乱麻。他们早就不满足于简单的存贷差赚钱了，更热衷于在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市场里下注博弈。比如，他们可能会持有巨量的、结构极其复杂的利率互换合约，或者跟某些用极高杠杆运作的对冲基金深度绑定在一起。还记得瑞士信贷吗？那可是100年的金字招牌，说它就它了，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像 Archegos 基金爆仓这样的事件给拖下了水，再加上自己内部管理混乱。外媒现在警告，目前在欧洲和亚洲还有几家类似的银行，虽然也被列为系统重要性银行，也就是所谓的大到不能倒，但在极端市场波动下，他们编织的那张高杠杆网络可能会瞬间崩断。如果你看到某家银行隔三差五就出现在财经新闻的负面头条里，今天因为违规操作被重罚，明天核心高管离职，后天财报又爆出一个大雷，那我劝你别犹豫，离它远点。第三类是加密货币与科技创投的深度绑定者，硅谷银行的教训血淋淋的，可这类银行并没有绝迹。有些银行为了追求爆炸性的高增长，把自己的业务重心完全压注在了服务那些高风险的初创科技企业或者加密货币交易所上，他们的存款来源非常单一，几乎全靠这些正在烧钱阶段的企业。一旦全球的融资环境收紧，风口过去，这些科技公司们就会集体动手提取存款来维持生存，瞬间就能引发一场致命的挤兑。到了2026年，随着当前人工智能领域可能出现的泡沫调整，以及世界各国对加密资产监管政策的持续收紧，这类把自己和某个特定高风险行业死死绑在一起的银行，其脆弱性会达到顶点。你可以检查一下你选择的银行是不是总在标榜自己是科技银行、未来新经济银行？如果是，你务必得多留个心眼，去看看他的客户名单是不是太单一了，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了一个篮子里。这第四类可能最出乎大家的意料，他们是那些长尾的僵尸银行。这类银行可能就是你小区门口那家，或者乡镇上的那家农村信用社，规模非常小，他们没有去搞什么复杂的衍生品投资，看起来老老实实，但他们的问题是陷入了慢性死亡。因为现在利率环境倒挂，他们吸收存款要付出的利息很高，可早年放出去的那些长期贷款利息却很低，这就导致他们每运营一天，其实都在默默的亏钱。他们又没有那些大银行的本事，能通过投资银行这类高收益业务来弥补损失。外媒明确指出，随着更高利率维持更久成为现实，这些小银行的血会被一点一点的抽干，拖到2026年，他们可能不仅早就发不出任何分红，连维持最基本资本充足率的能力都没有了，最终结局只能是被人兼并，或者直接关门清算。听到这可能有朋友会松一口气说，文彬你别老吓唬我们，银行倒了不是有存款保险吗？国内50万以内，美国25万美元以内，不是都包赔吗？各位朋友，这正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重中之重，也是最大的认知误区。保险制度确实存在，但这里面藏着2个天大的坑，我敢说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第一个坑叫做保险上限的实际购买力缩水。在国内，存款保险的上限是50万人民币，在美国 FDIC 的上限是25万美元，听起来好像是一笔钱，对吧？但请你务必注意一个关键问题，等到2026年，这50万人民币的购买力和今天的50万还能是一样的吗？通货膨胀每天都在悄悄地啃食你的财富。更要命的是，对于很多做生意的朋友，或者正在攒钱准备付房子首付的家庭来说，账户里随时放着超过50万的现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你得明白，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保小额储户，不保大额储户的。一旦银行真的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你超过保险上限的那部分钱，法律上就不再把你视为普通的储户了，你会被划进无担保债权人那个队伍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和银行的其他债主，比如给银行供应文具的文具店老板，买了这家银行债券的投资机构，所有人一起排队等着瓜分银行清算后剩下的那点残值。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这部分钱能拿回来的比例通常低得可怜，而且这个过程无比漫长，等上3年、5年都算是快的。
你的生意等得起这么长的资金冻结期吗？你签好的购房合同能允许你等这么久吗？第二个坑更专业也更可怕，叫做 bailing， 也就是内部纾困机制。我们以前常听的是 bailout， 意思是政府用全体纳税人的钱去给银行兜底，救银行。但2008年之后，欧美国家的政府和老百姓都学聪明了，不愿意再当这个冤大头了，于是他们立法搞出了这个 bailing 机制。核心意思是银行要完蛋了，政府原则上不掏钱，或者只掏一部分，剩下的窟窿用银行的债权人，注意这里面就包括了那些存款超过保险上限的大额储户，他们的债权强制转换成这家银行的股权。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在银行存了100万，银行倒闭了，你本该拿回属于自己的钱，结果监管机构一纸命令下来，说为了拯救这家银行，让它能继续运作，你那超过保险额的50万债权，现在不再是要还的钱了，变成了这家破产银行的股份。你想想，一家都已经倒闭了的银行的股票还能值多少钱？大概率跟废纸差不多。你一夜之间就从债主被迫变成了股东，得和这条破船一起往下沉。这就是当真正的系统性风险爆发时可能发生的最残酷的现实之一。那么面对2026年可能重演的这场银行业风暴，面对这4类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高危银行，我们普通人，或者说我们这些辛辛苦苦攒下一点家底的中产家庭，到底该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的保住我们的财富，安全的度过危机呢？下面我给大家分享几条我自己也在用的实实在在的保命策略，都是我资产配置的心得，今天毫无保留的分享给福满生活的家人们。第一招叫做狡兔三窟，物理隔离。你千万不要把你所有的积蓄都放在同一家银行里，哪怕这家银行号称是宇宙的一大行，听起来坚不可摧。特别是当你的资金总量已经超过了50万人民币或者25万美元这个保险门槛时，进行分流是必须做的功课。我的个人建议是，至少选择3到4家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银行来配置你的存款。一家是背景雄厚的国有大型银行，用来存放你大部分需要求稳的定期存款，图的就是它背后那近乎国家主权的信用背书。真到了系统性命悬一线的时刻，国家出手兜底的概率最大。一家可以选择服务好、手机 APP 做得方便快捷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用来处理日常的消费、转账和资金周转，图的就是一个方便和效率。还可以再找一家在你当地经营了很多年，口碑不错，资产质量看起来比较扎实的区域性银行，或许能在他那里找到收益稍微高一点的稳健理财产品。这么做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把你的存款金额控制在每家银行的保险额度之内，更深层的意义在于防范单一节点故障。万一某家银行的系统临时崩溃，或者因为调查等原因被暂时冻结了账户，你至少还有其他银行的卡可以正常使用，保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买菜加油不会突然停摆，这能给你带来巨大的安全感。第二招，我称之为逃离存款，拥抱国债。如果你手头有一笔大额的暂时不用的闲置资金，数额已经超过了存款保险的上限，而你又不愿意把这钱投进波动剧烈的股市里，那么最聪明的地方绝对不再是去抢什么银行的大额存单了，而是应该认真的考虑国债。为什么这么说？这要从根本的法律关系上讲清楚。你把钱存在银行，你和银行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你是银行的债主，银行拿你的钱去投资经营，它要是倒了，你的债权就悬了。但是你购买国债就完全不同了，你借钱的对象是国家，你是国家的债主，只要这个国家的主权货币体系没有崩溃，国债就是最顶级的无风险的安全资产。而且在眼下这种利率环境下，短期国债，比如美国财政部发的短期国库券，收益率经常比同期的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还要吸引人，流动性也特别好，真急需用钱的时候，在二级市场上很容易就能卖出去。这本质上是把你的资产信用从一家商业银行的信用升级成了一个国家的信用。对于应对银行业可能出现的危机，这简直就是一种降维保护。像我自己现在持有的现金类资产里，就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配置的短期国债，而不是简单的躺在银行账户里。第三招是要有意识的构建属于你自己的诺亚方舟，也就是配置一些实物资产。你要时刻记住，银行账户里的数字，说到底只是服务器里的一串代码，在极端到无法想象的系统性风险下，代码有可能被清零，账户有可能被冻结，但实实在在的握在你手里的资产不会。我一直在跟我的朋友们强调，
每个家庭都应该考虑配置占家庭总资产5%到10%的黄金。请注意，我说的不是你在手机银行里买的那个纸黄金，那本质上还是一种金融合约，也不是那些工费很高的金首饰。我说的是银行或正规机构发行的实实在在的实物金条或金币，你就把它稳妥地保管在家里的保险柜或者其他你认为绝对安全的地方。这部分资产，我们不是为了追求它短期内能涨多少，买的就是一份底线的安心，是为了应对那种万一出现的极小概率但破坏力极大的极端情况，比如大规模电力中断导致电子支付瘫痪，银行系统全面崩溃，或者货币出现恶性贬值。到了那个时候，你手里的真金白银就是能换来生活物资的硬通货，这是一种最底线的财富思维。另外，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在负债不高的情况下，持有1-2处有实际居住价值或出租价值的优质房产，或者其他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实体资产，也是一种很好的对冲。因为历史告诉我们，银行危机之后，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货币放水，而实物资产在长长的周期里是公认最能抵抗通胀侵蚀的盾牌。第4招，听起来可能需要你花点心思，但我认为非常值得，那就是定期给你的银行做体检。以前我们存钱根本不会关心银行的财务报表，以后这个习惯得改了，我们得学着聪明一点。只要是上市银行，它的财务报告都是公开的。我们虽然不用像专业分析师那样解读的那么深，但有2个关键指标，你稍微花10分钟就能看懂。一个叫不良贷款率，如果一家银行的不良率在最近几个季度里连续上升，而且明显高过同类银行的平均水平，那就说明它放出去的贷款质量正在变差，坏账在增多。另一个叫资本充足率，如果这个指标一直贴着监管部门要求的最低红线在走，那就意味着它自身抵御风险、吸收损失的能力已经很薄弱了。现在网络信息这么发达，这些数据动手指就能查到。我们真的不能把自己的血汗钱交给一家连自己账目都管不好的银行去打理。最后啊，文彬想跟在座的各位家人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普通人积累财富，真的就像在海边用沙子堆砌城堡，往往需要你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一点一滴的去省、去攒，过程漫长而辛苦。但是财富的毁灭，有时候就像一个巨浪打来，可能一夜之间，你的沙堡就消失无踪了。2026年听起来好像还有一段时间，但金融风险的传导是需要过程的。今天埋下的隐患，就是明天那声惊雷的隐性。我们无法去决定美联储加不加息，也无力去帮那些激进的银行填补他们的窟窿。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尽可能的把财富的主动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千万不要为了银行柜台经理推荐的那一点点高出0点几个百分点的利息，就昏了头，把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一个看起来已经有点摇摇晃晃的篮子里。听完我这些话，希望你能抽个空，静静的检查一下你的存款分布图。如果你发现你的大部分资金都集中在某一家银行，而这家银行的素描像又恰好符合我今天提到的某些特征，那我真的建议你开始行动起来，重新规划。请你一定要记住，在可能到来的金融风浪面前，跑得快从来都不是胆小，而是对你家人未来生活的负责。如果你觉得今天福满生活的这番分享对你有一点点启发，哪怕只是让你多了一丝警觉，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财务安全了，那我恳请你动手指，帮我点个赞，顺手把这期视频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你的这个随手转发，在未来某个时刻，或许就能帮他们守住那笔至关重要的养老钱、保命钱。如果你对怎么购买国债，或者如何一步步筛选出更安全的银行还有疑问，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千万别等到洪水都已经漫到脖子了，才想起来要去学游泳、去造船，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准备，我们才能真正的安身立命，守护住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份福气与安稳。我是苏文彬，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